7年271倍，回撤34%，胜率51%。那么这个黄金的交易策略是怎么实现的啊？其实并不复杂，它只是基于 K 线的高低点和一点点机器学习的感知器的概念。今天我就一步一步的教你如何去实现它啊。那么这个策略写完之后 ，EA 还是会放在网盘啊，想测试的自己可以去测啊。好，那么 coding 之前呢，我还是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策略的逻辑啊。我这里就以这笔多单为举例啊。首先是进场的方式，它会统计最近这1个小时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然后不要直接进场，而是在这个高低点的上方或者下方的一定距离去设置突破单，然后是它的止损啊。每笔订单都会在进场的时候设置一个固定的初始止损啊，也就是单笔交易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敞口啊。比如说这笔订单就止损了，我们这里是损了50小点啊，应该是50小点来的，50小点啊，5个大点的价差。然后是下单的手术，我们这里是2种模式啊，一种就是使用账户余额百分比的方式啊，一种就是使用每笔仓位固定手术的方式啊。我刚才演示的这个回测的话，它是使用的这个账户百分比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它的仓位就会比较的大了啊。然后是止盈，这个策略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止盈价位的啊，而是靠这个跟踪止损来止盈啊。也就是一旦你的这个订单进场之后，它的这个产生了盈利，并且这个盈利超过了设定的一定点数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止损上移啊。多单的话就是不停的上移啊，空单的话就是不停的下移啊，就是移到紧跟着当前价位，然后回撤一定的这个跟踪止损点数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如果它的趋势能够延续的话，我们就是让利润奔跑；如果趋势反转的话，就是锁定绝大部分的利润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过滤器啊，有这个时间过滤器，还有这个点差滑点的过滤啊。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感知器啊 ，AI 过滤啊。它这里就是利用了2个不同周期的 ADX，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感知器模型。只有当该模型计算出来的值低于我们预设的这个阈值时， EA 才会认为当前市场的波动环境适合开仓啊。所以它本质来说是一个基于市场趋势强度的一个过滤器啊，用于避免那些趋势不明朗的盘整行情啊。好，逻辑就这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写代码，还是点击菜单栏上的 IDE， 打开我们的 Edit， 好，新建一个 EA， 然后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啊，比如说我这里就叫 AI 感知器聚沙成塔啊，因为它是止损非常的小啊，所以可能会频率比较高啊，被打止损啊。算了，我这里还是直接全部删除掉，我们直接从头开始来。好，这里我们先定义了一些版权啊，包括开发者链接啊、版本号之类的一些东西啊，你们可以不写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工具箱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 MQL5 这个语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封装好的专业的专门用来做交易相关的一个工具啊。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我们
会使用到的外部参数啊。首先就是感知器相关的啊，这里就是用来微调我们那个AI 过滤器的啊。比如说这里的 X1 和 X2的话，就是它的经验权重的一个调节器啊。然后是订单和风险相关的啊，这里就是定义了 EA 的一个相当于身份证啊，包括它的一些注释啊，还有止损的距离，挂单的需要添加的一个额外点数的一个距离，然后最大允许的滑点、最大允许的点差啊，都是在这里进行配置。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一个时间过滤器啊，这里设定的就是 EA 的工作时间啊，你可以允许它只在某一个时区进行交易啊，比如说有些只喜欢做亚洲时区的，或者说做这个东京时区的或者纽约时区的啊，就可以在这里进行配置啊。然后再接下来是仓位相关的啊，有2种模式啊，我们刚才讲了，一种的话就是使用这个固定手数的啊，它是没有一个复利的概念的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使用这个percent risk 啊，它代表的就是一个风险百分比啊，它每次会使用账户余额的多少进行我们止损的，当做我们止损的风险敞口。然后再接下来这个追踪止损的参数啊，它就是我们的出场的一种方式啊，这里设置的是 points 啊，是一个小点啊。大家注意啊，我这里所有的其实都是 points 啊，都是小点的概念。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是挂单的有效期啊，一个有效期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挂单模式啊。它这里所对应的逻辑就是说，我们都是挂单啊，所以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挂单它不一定会肯定被成交，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最大的期限去删除这些已经过期的还没有成交的这些订单。然后这里的挂单模式的话，它对应的首先是这个单个信号的话，它代表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这里有没有啊，我们找一下啊，比如说这里我们回测所采用的就是这个多个信号，也就是它前面的这些信号，这些订单我们不会删除它，虽然它已经产生了新的订单，但是我们并不会删除前面的，所以它就存在多个信号。如果我们要删除前面的话，比如删除这2个的话，那么它就代表的是单个的信号啊。但是多个信号的话，它其实也还有一个出场机制，就是这里的挂单时间啊，所以它并不是说这里的信号会一直存在的啊，它也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出场的一个时间。再接下来就是一些全局变量啊，比如说这个用来控制开仓逻辑的啊，只在每根新 K 线成立时只执行一次啊。然后这里是点值啊、小数点、位数啊，包括这个指标的一个距柄、指标的一个数值存储的一个宿主啊，就是在这些全局变量中进行存储。再接下来是我们的 on-init 方法，也就是我们 EA 的初始化方法啊，它只会在你 EA 加载的时候被调用一次。这里做的呢，就是首先是告诉我们的 EA 它的这个身份证是多少，还有就是它每笔订单所能容许的一个最大的滑点是多少啊？这里都是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 input 的外部参数来自行设置的啊。当然这里的滑点啊，包括待会儿我们设定的这个spread 的点差，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不同商品的规格不一样，它的波动性也不一样，所以你无法以一个固定的方式去要求每一个品种都是这个值。比如说这里的点值点差，那么有些品种它可能默认的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点差，它固定的点差就已经超过了我们这里的25小点啊。那么你如果设定像这里设定的话，它已经超过的话，它一直都是超过的话，那么
你这样设定就是开不了仓的啊，所以注意啊，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品种，大家各自这个评估一下，思考一下啊。然后就是获取它的你当前这个交易品种，搞清楚它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究竟有几位小数啊，然后以及就是当前品种一个最小点的它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啊，就是这个 point value 啊。然后这里的 last bar time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保险啊，其实在这里不写也可以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隐藏掉我们在图形界面看到的一些 K 线啊，看到的一些指标。那么这个 EA 的话，它只有2个指标，而且都是 ADX 啊，所以如果你是调试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去掉啊，你自己用来确定这个EA 有没有正常的按照逻辑进行执行。当然我这里如果很确定的话，我就直接把它隐藏掉啊，就图表上显得比较清晰。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一块啊，就是创建这2个 ADX 的一个指标的一个聚比啊，并且检查它们是不是创建成功了啊。如果连指标都不能正常的创建、正常的加载的话，那么 EA 就会报错并且停止运行啊。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保险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时序的转换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应该是写我们的这个 untick 的方法啊。但是我这里先不写它，因为我这里需要先准备好其他的这个辅助函数，不然的话我们这个 untick 方法里面是没有什么可调用的东西啊。好，我这里是先写了一个检查是否在交易时间段内的啊，它就是获取当前的时间来根据我们这里用户输入的这个数值来进行判断，它究竟是不是处于一个可交易的时间段内啊。好，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删除挂单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它这里的代码的话，它是有2个作用啊。如果你这里选择的是这个挂单模式，如果是选择了这个单个信号，也就是只保留一个挂单信号的话，那么它这里就会直接删除前面 K 线的高低点所产生的所有的挂单。那么如果它不是这个 orders one， 也就是它会选择成为这个orders muted 的话，那么就代表用户想使用多个信号啊。使用多个信号的话，我们就不能就是一概而论直接给它删除掉，而是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它的时间究竟有没有超过1天啊。当然这里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你这里不写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待会儿下单的时候会给它指定一个1天的一个过期时间，但是你这样写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保险啊，是一种保险啊。好，再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检查，点差的一个函数啊，它逻辑也比较简单，就是获取当前的点差是多少，然后判断一下是否处于我们允许的这个最大的滑点啊。如果不处于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 return false 啊，就代表当前点差可能过高啊。当然这里过高是取决于用户的这个设定啊。如果过高，用户认为这个数值超过的话，就是过高的话，那么就是不交易啊。只有 return true 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交易。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个追踪止损的函数啊，它会便利所有的属于当前 EA 所开仓的订单啊。一旦发现哪一个订单它的单子的这个利润啊，它单子的利润超过了我们设定的这个追踪止损触发和跟踪距离这个点数的话，那么它就会立刻把止损位移动到距离当前价格这个减去这个触发点数的一个
位置。然后空单的话也是同样啊，只不过空单是一直往下修改，多单的话是一直往上修改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OnTicket 方法里面的内容啊。虽然我们需要的函数都还没有写完啊，但是可以写一部分了啊。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好，OnTicket 方法里面呢，我们先是构建了一个仪表盘啊，就是用来在图表上进行一个信息的显示啊。主要关注的值其实应该是我们这个感知器的一个计算的值啊，我们用这个来评判我们这个交易逻辑究竟正不正确。像其他的这些参数的值中啊，其实 MT5 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啊，只不过为了填充这里的内容啊，好，然后这里调用一下我们跟踪止损，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新 K 线的一些检查，包括一些交易条件的检查，还有我们感知器值的一些计算，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开仓啊。但是这里我们先编译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目前的代码正不正确啊。但是这里需要先隐藏一下啊，编译一下0 errors 0 warnings 啊，代表我们的代码都是正确的啊，没有任何的异常。好，我们再把这行代码恢复一下。好，为了避免时间过长啊，我也有一些事情要耽搁一下啊。我会把全部的代码分成2个视频进行发布啊，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为止啊。那么没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啊，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的内容了。那么关于这个计算手术的函数，包括挂单的函数，还有这个我们交易信号，还有我们感知器的计算函数，我们就放在下一个视频中进行讲解。